我1985年出生的，哎呀，我老了，我老了，我老了。就我觉得，我不是说我老了，我是拼马拉松成绩的话，我老了，跟年轻人不一样，真不一样了。就现在是比原来懒，比原来馋，比原来没有自制力，真心的。你不能说是有个例，真的是有个例。你说陈龙40岁 PB 进220，那是有个例，而且他有进220的底子，我没有。我10年前是个180多斤的大胖子，我从小是不运动的，我没有肌肉，我也没有那么好的骨骼条件，我就属于典型的北方人那种腿比身子还短那种。你要是现在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就听我的，就跑速度，把速度能力顶起来，耐力25、26岁以后再说。你到31、32岁，场场比赛你能230，真心的。对，我还不是体育生，对吧？然后我说句难听点的话，我也是城市人口。你说，虽然我还赶上了5年用粮票的年代，但是好歹我是北京，就我出生在北京2环以内，就是体力这个事儿从小跟我没关系，所以我真的没有什么，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底子，真心的。我对我自己的目标定的太高了，而且我还老往外说，老跟各位说我要240，我要240，等于把自己给抬起来了。但是我知道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不行，所以就这么着，爱谁谁，真心的。你看北京话就说爱谁谁，他能怎么着我，对吧？你家属又不让我说了。我能给各位训练的建议，我能给各位怎么能跑得更快的建议，但是我不一定能跑那么快了。咱们频道有好几位给我发说，237了，238了，然后你还记得那位西安的朋友，那年我正好最后一次跑故宫，然后那次视频录的是说给他听的，那时候我俩都是241，人家现在已经23几了，237以内了吧？嗯，我其实是足弓很低的，就险些就是扁平足的那种。我真的不是个有运动天赋的人，就是没法给大家展示，我现在抬不起脚来啊！我足弓其实是很低的人，就是正常的那种，从2代的阿尔法 fly 我就穿不了了，就几公里就把足弓磨了，然后1代的4%也是14公里之后足弓就磨破了。真的，我走不了路，我从小走不了路。那时候小时候跟我妈逛商场，我老说怎么那么累呀，怎么那么累呀？那时候人也不懂这个，那个年代。但是我不在医院出生长大嘛，带我看了看，说这孩子足弓有点低，然后那个骨龄不太好，长不了大高个儿。因为那时候有一次把脚崴了，照片子，大夫就说：“哎呦，这骨头再生长的空间不大了。”初中的时候，完蛋，个儿又矮，腿又短，然后足弓还低，这就是真实的我啊！我知道可以练高的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就跟我这牙一样，我牙也不好，牙质也不好，还往外凸。但是现在整牙的话，就要伴随终身要带东西了。我们跑团有几位小伙伴就是这样，就是一直带着东西。就马拉松赛场上真的没关系。我2022年我的北马之前认识的那一位教练就没见过面，在群里他看我特刻苦，还赛前一天还给我打了语音，跟我说你别担心。然后呢，天太冷了，你有可能赛前，比方说有一轻微的闹肚子或者怎么着不舒服，也不用担心。你就算是没办法已经在起点了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只要早晨卫生间上好，也最多就有那么一点点。我们的运动员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，这都是他的原话。就运动员跟普通人真的不一样，就是你拿运动员的标准去让普通人干，那对普通人太不公平了。就像我现在对我自己的要求一样，确实是有点不公平。我没有那个资质，就是你让我再学10年，我也考不上清华。对，我们考上清华的同学，你问他，哎，这题你怎么是这么做呢？他说我看着就像这么做。那你说我说什么？对不对？讲道理吧。
如果不能 PB 了，继续跑步的动力是什么？我现在跑步的动力也不是 PB， 也不是成绩，真心的。我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有2次，一次是纽约跑了3小时02之后，下一个目标要破3，要稳定拿 BQ， 那一年是我的所有目标都是成绩。然后之后的第2年，因为那3年我有点觉得无所谓了，但是因为练到那程度了，顺利的就244了。第2次就是244之后，那时候就想我一定240，一定240。你能帮我拿双鞋吗？我那里有一双灰颜色的定制的 Vaporfly， 是网面的，上面写了那个印了字儿的那双。后来当时就想，我一定240，一定240。就是2021年5月份那场副中心之后，那个过程持续到了取消的那一年的北马，这是真心话。取消那一年的北马，就是当天晚上我喝了一杯，然后还发了个视频。那一天就是2020年的10月，不是20年，呸，2021年的10月，就是我所有为了成绩而跑步的岁月，截止到了那一年的北马取消，就是那一年北马的前一周的那个周一，到那儿就为止了。因为我觉得那样的努力和那些罪配不上我。就是我们说人要吃苦，要努力，要勤勉，要奋斗，但是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吃苦的，人生下来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。所以所有号召你要吃苦的事儿，得先想回报。那现在咱们说回报是什么？回报就是我爱训练，胜过爱比赛1000万倍。我不是爱跑步，我爱训练。对，我不爱锻炼，我不爱那种慢慢的就每天我都锻炼身体开心跑，我觉得我不喜欢。我不是说那样不好，我只是说我不喜欢。我喜欢每天竭尽全力的去努力，但是没有一个目标，这样我觉得我的努力是很纯粹的。我就是一这么死心眼的人，所以我参加的比赛特别少，并不是因为我恐惧比赛，是因为我觉得比赛没意思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赛影响我训练了。真心话，绝大多数时候我会觉得比赛影响我训练了。比方说上个月那个东京半马，就是还有那次的那个要去梅芳市体育场的一个3公里，我没去，我也觉得它影响我训练了。这是真心话。我解答各位的问题了吗？所以如果各位觉得希望我像其他的跑步自媒体一样，今天 P 个 B， 明天国个1，后天健将一下的话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如果您是希望看到这种比我更优秀的人的话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说我只能到这个程度。这就跟我的老板跟我说，你给我搬50斤的砖上楼，我搬不动，那我只能说没办法，这钱我挣不了。我只是每天努力用心的训练，我觉得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就跟我们每天吃饭不是为了当个胖子，而是为了活下去。没有了。然后像我们普通人，马拉松比方说，我越到巅峰的时候，我越希望所有人都看不见我，而我觉得我开始感觉我害怕了，我怕老，就像这个，这就是我这2天说的这个奖状，就是每年日本会统计一次。你看，我是去年38岁，所有当年38岁在日本参加过有记录的比赛的人里，我的成绩是第92名，一共有5758人。那这个人数可能我38岁到明年我39岁的时候可能还会增加，因为有空降的人，有以前不跑步的人，但是就是这么多人了。因为不可能现在出生的人明年是39岁，也不可能现在39岁的人明年还是39岁，对吧？那
你到了60岁，你还在玩这个，你看到这个数从5000变成4000，从4000变成3000，从3000变成2000的时候，我说着我都想哭。最后你可能是第一位2人中，那明年你这个东西揭晓之前，你心里怎么想？对吗？所以我可能我过了50岁，我也会四处去参赛。而且大河原先生是典型的 open 那种性格的人，他性格特别好，我不行。他参赛更多的是交朋友，然后四处去玩。但是你要跟我说让我坐半个小时车去一地儿比赛，我就不去了，半个小时时间太长了。神户这事儿还特着急呢，因为又不能住神户。我周五下午坐车去神户，来回2个小时领东西，然后周日早晨坐车去神户比赛。这就是我的看法，这就是我的看法。对，这就是樱花之美。日本的武士觉得樱花花瓣落下来的时候是最美的，但是马上就掉地下了。这不同民族的文化不一样，我们喜欢那个盛开的花，可能他们喜欢另外一种吧，不一样。明天第一次全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就开心完赛就好，真的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，带齐所有的东西。我半马 PB 还可以的，真的还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没跑过京都，明年可能试试吧。但是明年没有京都的配额了，明年要去琵琶湖。就每年年初的日本的比赛是，京都、大阪、东京、琵琶湖、名古屋5场比赛连着5个周末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就是连续的5个周末这5场。明年的比赛是大阪和琵琶湖，就是大阪之后下一周是东京，然后再下一周是琵琶湖，等于就是这样。博哥，你的半马 PB 成绩照理240问题不大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但是说实话，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你看我每天很努力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就是我有时候掉了就掉了，所以我们不说240了。以后我这么说啊，就从现在开始，就说我。北京话说，谁要是再说谁就是孙子，这谁指的是我，没有各位的意思啊。我再也不说240这3个字了，我就努力训练，努力干，爱谁谁。半马116不好跑，兄弟，半马116配速3分37，3分37，3分37，这你想着都可怕。我现在想着都可怕，我是怎么跑的？那说了，能不能抽我一双精碳3？行，咱就这么说。我要是从现在开始再提240，除非我要是神户破了，我过了终点，我说那我也不说，好吗？我只要再说这3个字，我破不了，而且我肯定破不了神户20度的气温肯定破不了。我要再说一次，咱们抽一双精碳3。我一会儿就给闭麦小伙伴发微信，我说到时候能不能赞助我一下？不能赞助我就买，这么决定。我去年跑了1小时15分的半马，也一样觉得配速恐怖啊，高手啊，我们这儿有高手啊。对，您是那位从年轻就开始练的人，你们看没有？从初高中开始练强度的年轻人，不管后来从事什么行业，当时练成什么样，你看人家现在就能跑1小时15的半马，1小时15的半马不是努力就能跑到的。别说1小时15，我敢这么说，117以内的半马已经不是靠努力就能做到的了，就得看看这人行还是不行了。全程马拉松的成绩在2小时50以外的选手，果断买它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想破3的选手更不用想，就买它。你现在如果是310，也许再练一练，再靠它3没有问题。
全程马拉松2小时50以内的小伙伴，并且还有成绩目标，想进245，想进一步的话，我个人认为35公里之后，它的硬度会相对好一些，不会让你觉得太软。这双鞋我现在的成绩，按照我之前那个目标去跑，那天那个30公里，10月6号，你们看我10月6号的节目的那个30公里是穿着它跑的，到30公里的时候完全没问题。我没有穿它跑过全马，我不能判断35公里之后它会不会软，但是我估计可能是它会软。你拿错鞋了，不是这双，另外一双红色的，这双也算。对，你们看，我一会儿给大家看2双鞋。这2双你们应该都没见过，这都是2代的 Vaporfly， 但是 Nike by You 的那种，就是 Nike 定制的。女性可能在320，看没？这双旧一些，这双新一些，这双还没怎么穿。为什么给大家看这2双呢？先看这双，这是定制的时候 Nike 给印上去的，这是我副中心那场之后买的。我估计不行了，而且当时还口出过更狂的狂言。看这双，哈哈哈，这双挺好看的呢，这是最早那个 Flyknit 的那个面，是吧？这还挺好看的呢。然后这双是普通底儿，这双选的还是这种底儿，看没？所以那时候经济好啊，那个时候下午没事说买双鞋吧，就买了。现在不舍得。结束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谢谢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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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